我今天必须要说男生的问题哈，你们也别不高兴啊，在你们中间啊，真的有这种人。小王啊，35岁哈，企业的高管啊，事业啊小有成绩，优秀迷人哈，离婚了。他跟我吐槽自己的经历，说自己呢非常迷茫哈，年轻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女性追求者，但是呢他偏偏就喜欢那些他自己追不到的女生，比如说样貌姣好，身材性感热辣啊，学历高，工作好。他说那个时候自己啊就跟个舔狗似的哈，天天跟着人家屁股后边跑，追得挺辛苦的啊，也没啥结果。后来他发现这些女生找的男朋友啊都是那些大老板富二代，所以啊他才幡然醒悟哈，原来人家要找的是那种有钱人，自己那会儿啊也没啥钱啊，事业呢也刚起步，所以完全没有实力跟人家去 PK 啊。那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对女生的物质感啊开始厌恶哈，下决心以后一定要找一个不图物质的能好好过日子的女人结婚。所以后来呢他就认识了他前妻嘛，那个时候他31岁，前妻28岁哈，两人各个方面都很般配啊。前妻呢就是他所期待的那种女孩，不作不闹，脾气好，基本上没有开口跟他要过什么东西啊，都是他愿意给他花呢他就高高兴兴的笑纳，他不给他花呢他也不会跟他要的。那前妻呢是个高知家庭的女孩嘛，很有教养的姑娘啊，待人接物呢都有里有面的，嘴呢也甜，刚开始小日子过得挺温馨的。可是这个婚姻啊经过了3年的洗礼之后，小王啊在这段关系里呢似乎就开始越来越感觉自己处于高位了，逐渐的呢他就有些忘乎所以了，理所当然了。直到最后啊离婚，他才有一些醒悟哈。现在啊他再后悔也来不及了。结果呢他就跟我感慨嘛，他说男人最懂男人了，但凡一个男人他如果找到了一个不图他钱，心甘情愿为他付出的女生之后啊，他真的就开始作了一直要把这个女生作到了没了为止。但凡心地比较善良，有教养，心软，愿意顾全大局，愿意为了关系而牺牲那点自尊的，甚至吵了架也懂得退让的女生，那可真是难找了。但是反过来呢，我们看看男生哈，他可能就会把这份忍让当成是软弱可欺，他就开始作开始各种幺蛾子。一个女人有大智慧，她才会给你台阶下才会愿意为了关系牺牲一点自己。如果女人懒得跟你计较，你还不知道好歹的话你真的别怪她狠心。这样的例子还少吗？我跟你说善良且坚定的女生狠起来，你连给她下跪的机会都没有了。但凡是家教比较好有修养层次比较高的男生基本心里都有点数的有脑子，会掌握分寸，他们能体会得到女生忍让和沉默背后的那些不高兴和那些委屈。所以说呢，男生的问题真的也不小的，对吗？过了35岁的女人呢，如果你是个不婚主义者那你可以直接划走了，不要看我这个视频。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想要成家的，想找个男人结婚的女人，要听我劝一句不要在相亲的时候跟男生去炫耀这几样东西，否则你真的可能会一辈子嫁不出去的。第一点，去跟男生说你的学历有多高，你的学历再高那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优势。可是对于男人来讲，他宁愿找一个没上过大学的20多岁的小女孩他都不会去选择一个35岁的博士学历的女人。你说你在这炫耀你的学历有什么用呢？第二点就是你跟男人去说你的家境有多好。一个男人他的骨子里天生的就是有一种保护欲的，你太强大了，对于他来说带来的只有压力。他宁愿选一个家庭背景一般的长得漂亮的姑娘，他也不想找一个家庭条件非常好但是长得丑的女人。一般来讲一个男人很少有愿意找个强大家庭的女生然后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的。第三点就是跟男生说你的收入有多高。你的收入再高，那也只能证明你是个优秀的员工嘛，对吧？你的收入再高，也证明了你内在有多强势所以男人他宁愿选一个年轻一些的，收入一般的，但是呢性格比较好的，情绪价值比较高的女生，也不愿意找一个御姐，天天得卑躬屈膝的，小心翼翼的伺候着。所以我发现有好多的女人来到相亲市场真的你站错了队的。你炫耀的这几点男生根本看不上，人家男生来相亲第一看年龄，第二呢看长相，第三是看女孩子能不能提供情绪价值
而几乎所有的女生来相亲市场，首先炫耀的就是自己的学历，然后又炫耀自己的收入，然后还会炫耀自己的家庭条件有多好。而你炫耀的这几点，真的是男生不太在意的东西啊。所以女生你来到相亲市场，你不停的炫耀你的这些东西，真的是没有用的。你要再这么炫耀下去你一辈子都嫁不出去。你们说我说对吗？最近呢，有一个粉丝问我他说有多少女人离婚之后呢又想复婚的？其实这样的人还是不在少数只不过呢要看她的运气怎么样了。之前我接待过一个45岁的女博士事业有成，风韵犹存。她离婚了，带着16岁的女儿一起生活。她刚来找我的时候心气儿特别的高，要求找一个学历跟她差不多的，形象气质也得不错的，并且只接受比自己小5岁和大5岁之间的男士。身高必须得180以上当然经济条件更不用说了得有多套房产和7位数以上的存款。她觉得自己的条件很好，所以呢配得上这样条件的男士。她说她的前夫比她大15岁现在呢自己正当年，但是老公已经太老了。虽然对自己也挺好的而且知识还挺渊博的，内涵也很丰富谈吐也很高雅，但是就是身体不太好思维可能守旧了一些，总之在各个方面都跟不上了。所以呢他提出了离婚。这位客户虽然我匹配起来非常困难，但是不管怎么说人家是客户所以我尽心尽力帮他找。刚开始他选人到了极致挑剔的程度，除了对方是博士学历之外，还要看对方的本科在哪儿上的如果不是基本的名校似乎也入不了他的法眼。又或者呢不是高级领导层或者大老板级别的也是不成。总之呢挑来挑去的结果是什么呢？那些能达到他全部要求的男士确实是有的，但是无一例外全部都拒绝了他，有的连面都不愿意见。后来呢他就把条件稍微降下来了一些说要不然呢就找一个年龄比自己小一点的，条件呢也不如他的但是呢那必须得长得好。于是呢我还真给他匹配到了一位这样的男士1.80米的身高，硕士学历在一家金融机构呢做管理的，也是离异的，比他小5岁。可是他们大概交往了半年这个女士呢又过来找我了说这个还是算了不想继续交往了。我一问才知道她说这个男士呢倒是愿意跟她结婚，对她呢也不错，唯一的问题就是对方收入不高，消费方面根本跟不上她的档次，两个人出去吃饭也好旅游也好都是女士在掏钱。刚开始呢她是处于好感都不在乎，但是时间一长她就觉得这个男人除了这个皮囊就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吸引她了。而且呢她越来越感觉这个男人就是想吃软饭的。因为最近有一次这个男的接了一个项目想让他呢投资几百万。虽然这些项目的真实性呢他背后做了调查，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觉得对方的胃口太大了，如果投个10来万啥的可以帮一下，这么多钱他是不会投的。但是两人的关系突然陷入了尴尬，于是呢他就结束了跟这位男士的交往。经过这一次他还是希望能找个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是后来呢我又陆续给他介绍了几位，又是一样的被人家拒绝了，全部都被拒绝了。就这么着折腾了大半年，他终于累了，开始想念他的前夫，想念之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光了。他觉得呢前夫除了年龄之外哪儿都比这些人强100倍。但是大家觉得他的前夫还能接受他回到身边吗？女生你矜持就能打动男生吗？女生你慢热就能让他更珍惜来之不易的你吗？我告诉你们真相是不是。女人的想法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不主动找你那是因为我比较矜持嘛如果你不主动找我的话，那你肯定就是不喜欢我，或者就是在陪别的姑娘聊天。我不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觉得你想我的时候你自然会给我打呀，但是如果你不给我打电话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想过我，既然你不想我，那我更没有必要打给你最近就有个姑娘2度被男生甩了，她始终不承认自己做错了什么。她之前在我这里认识了一个男生是个 IT 技术男很真诚老实的一个人人家呢也很喜欢他。刚接触的时候呢他们都双方觉得挺好的，于是两个人就蛮顺利的在交往嘛。可是不到1个月男生就过来跟我说这个女孩不太行我问他为啥呢，他说姑娘经常回信息都超级的慢可以超过1个晚上才回复，聊天的时候还是很顺畅的，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感觉自己特别像个备胎是被人家养鱼了吧。因为他觉得女生可能还有别的男生在交往着，白天呢稍微好一点那也是得几个小时才回复的，那一到晚上就说自己要早睡不熬夜的，一般10点就要睡觉，
所以等这个男生有时间联系他的时候呢，他都没法回复了。到第二天呢，说自己已经睡了。每个周末总有一天他是不约会的啊，总是有别的事情，比如说要跟闺蜜吃饭啦，约了朋友应酬啦，爸妈要来看他啦，等等这些事儿。总之就是有1000个理由，就有一种总是跟自己保持距离的感觉，还经常临时取消定好的约会，或者要改时间呀、改地点啊等等。有时候好不容易约会了，男生想牵下她的手，想抱抱她，她都会拒绝的，说自己很慢热还没有到那个感觉的点上。就这么着一来二去的呀，这个男生被弄得挺烦的大家都谈过恋爱的人，谁还不知道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呀？虽然呢咱们是相亲认识的，也不要求你装得像个喜欢上我的人，但是最起码咱们相互的尊重是要有的吧？感情是不是也需要一步一步培养出来才有我一个人努力有什么用呢？我也没有看到你有什么回应，也没看到你有什么诚意，更看不到你有什么付出。想让我像一个狗一样追着你跑那不可能我是做不到的，没那个必要。所以这个男生就放弃他了。之后呢，他又相了一个男生也是接触了1个多月，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改变。结果这个男生又跟我反馈了一个同样的感受也不想跟他继续了。后来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怎么回信息这么慢呢？还那么早睡，这件事是真的吗？每周有一天你总是不约会的说你有事在忙还有那些临时取消的约会都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儿让你取消掉事先就约好的事情呢？结果呢，他的回答让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说我觉得女生矜持一点很重要不能让男人觉得自己很在乎他，这样他才会对你有更大的兴趣，更不能让他轻易就得到我，所以我不会在还没有确定关系的时候就让他亲我抱我的。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早睡的人，我就是不太爱聊天每天晚上想自己玩会儿手机留点时间给自己。我不想每个周末就跟一个男人捏在一起我希望有一天可以干点自己的事儿。我不想对一个男人太上头了，这样我就能掌握主动权呀，进可攻退可守了，不是吗？他们放弃我那是他们的损失。我真的很想问一问评论区的男生们女人搞矜持搞慢热这一套到底谁的损失更大呢？有很多女生她都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一个优质的男人在各个方面都优于你的男人，他是基本上不太可能去跪舔你的但是呢，有的人他还偏偏就非常期待这件事情就是我这里有一个96年的女孩嘛，长得确实挺漂亮的，身材气质都很好算得上是美女了。学历呢也还不错就有一点短板，家境属于很一般的人普通工薪家庭的孩子嘛。所以呢，这个姑娘就一门心思她要找个富豪或者是有钱人的男孩实现阶层的跨越嘛。而且呢，对方还必须得学历很高，性格很好有眼缘，智商情商双商在线，还得能够接受他的家庭对他呢无微不至的好，忠诚专一，还得靠谱，并且愿意宠着他惯着他在金钱方面愿意为他大方付出的男士。就这么着在我们这儿挑了个够终于出现了2位基本上全方位符合他要求的男士。这2位男士呢也都愿意跟他接触接触。可是这个姑娘一点儿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她每一次约会都要打扮很长的时间，男生必须去接她，约会完了呢也必须送她回家。这个都还好嘛关键的是她每一次都让男生在楼下等她1个小时以上，要么呢就是她一定会让男生在约会的地点等她很长的时间，她才会出现她一定是要迟到的。要是出去吃个饭，如果饭店的档次不符合她理想中的规格那是直接就跟男生说，我花了那么多的心思打扮，穿那么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衣服，并不是来陪你吃这个路边几百块的。在他看来起码也得一顿饭消费上千才能体现出男生的诚意来。其中的1位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就不想理这个男生了。男生联系他呢，他就好多天都不搭理人家。他想的是一开始就得让对方了解自己的想法得立好规矩没这么怠慢人的。他认为冷处理几天这个男生肯定会主动来哄他的。可是这位男生从此却再无音讯了。另外1位男生呢，跟他约会有一次就是因为路上很堵车迟到了一会儿，他非常的不高兴，说一个男人怎么能让一个大美女等了他40多分钟就这个太不靠谱了。所以呢，你看他自己迟到呢就是可以理解的男生迟到就是人家不靠谱。结果呢，他为了让男生再尝一尝等人的滋味
在一次约会中啊，她足足迟到了2个小时啊。可笑的是啊，等她到了目的地的时候呢，男生已经离开了啊，给她发来一条消息说要回公司开会。这一次呢又不欢而散了，并且这个男生呢也没有再联系过她了。但是这个姑娘却并没有从这2件事情中吸取教训啊，她给到自己的解释就是只不过是不合适的人罢了。其实啊，她不明白，质量比你好的，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优秀的男生不会像你期待的那样主动舔狗似的去追你的。人家是缺心眼吗？他们身边根本就不缺跟你一样的美女。动动脑子想想啊，是不是那些特别主动追你的、舔你的，全是那些你看不起的，条件不太行的？所以啊，记住了，别以为所有的男人都需要跪舔你，条件越好越不可能那么主动的找你的，因为人家根本就不缺。你要是矫情啊，他可能就懒得伺候了。所以不要期待优质男人还优质还主动啊，基本上啊你是在发春秋大梦。你们说对吗？跟大龄剩女谈恋爱到底是什么体验呢？最近有个85年的男生跟我分享了他的剩女之恋。就他33岁那年啊，跟他的一个女同学谈上了。大家呢都老大不小了嘛原本呢都是奔着结婚去的。可是好家伙跟大龄女生谈恋爱也算是经历过了之后再也不愿意碰他们，那是真谈不下去首先他特别的强势，妥妥的公主病，只要一吵架就撂狠话，那个话里话外都是那个意思如果你跟我分手了，那分分钟能换一个比我条件好的有的是人追他，动不动就说头几年要是想嫁早嫁了那些人的条件都好得不得了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的追求他都没有同意之类的话。经常说什么他以前的前任有多么多么优秀如果没有我他一个人也过得很好。其实呢他说这些话我根本就觉得太假了，都是自己安慰自己。其次吧，他这个消费观呢我也不敢苟同，高档化妆品、名牌包包样样俱全，我觉得就不像个能过日子的人因为有点积蓄，动不动就一句我自己花自己的钱，我想干嘛就干嘛，要你管呀。实际呢出去约会他没有掏过1次钱，其实他也就是比那些小姑娘相对的宽裕了一点而已，不至于能上天吧说不好听点，人家小姑娘混到你这个岁数经济也不会比你差吧。天天各种虚荣爆棚求婚要去希腊拍婚纱照要去南非，度蜜月要去北欧。我给他解释，我真没那么多时间，因为工作真的很忙。他听不进去还各种又作又闹。然后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说我把工作看得比他重要还让你无法反驳，从来都不会换位思考，只要违背他的意愿就是不爱他或者不够爱他。我就反问他，那你做过什么事儿证明过你爱我？结果他立马就答不上来。还有吧，他和他那群少女闺蜜个个都很假，明明就是找不到接盘侠了，对外就说他们不想将就，说是因为自己太优秀了，人家那些结婚早的就是将就的，就是不优秀的。而且呢，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优秀跟刚毕业的小姑娘比，月薪就是优秀吗？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活在偶像剧里，还特别的双标，整天就标榜他经济有多独立，生活负担却让我一个人承担，所有的开销我承担也行，但你能不能做点家务能不能周末的时候好好做顿饭他说不想当保姆，做不到一到要搞家务的时候他就说男女平等一说到出钱的时候，那就是我一个人来扛。最后吧，他还特别情绪化，只要发生了矛盾，虽然年纪不小了还是一副很任性的样子绝不妥协，绝不低头，一定得我来缓解矛盾，并且最后呢结果都一样必须是他是对的。但是要说理解、包容、换位思考这些词儿在他身上完全看不到，非常自我。他的感受很重要，他答应我的事儿可以10有8九做不到，我答应他的事儿那是一件也不能变卦。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他认为我孝顺父母就是妈宝还让我跟父母过一辈子得了。这一次我从内心彻底放弃他了，因为我不相信他未来能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媳妇儿，甚至一个好母亲。我现在的老婆比我小8岁，现在我孩子都3岁了我过得很幸福，而他呢，听说还是一个人单身。你们说大龄剩女是不是都这样有没有例外？我真的发现现在到年底了，最着急的一波人就是94年的女生。
已经都不下1、2个了哈，这样94年的女生哈来跟我说了，因为再过一个生日就30岁了，她们真的非常着急。她们过来跟我说什么呢？一定要在春节前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明年一定要把这个婚给结了，最好过年的时候能带个男朋友回家。她们说就算不用太喜欢，差不多就可以就哪怕我可以先结婚婚后我再谈恋爱都行，就是先上车再买票都可以哈。条件方面完全可以放低，彩礼这一类的有个形式就行了，实在不行彩礼也可以不要了。房子呢，实在不行可以一起买一起还贷款都成有一个女生说的太过了哈，她跟我说现在只要能找一个普通的人先把这个婚给结了以后过不到一起再离婚都行。我就是不想让我的爸妈天天催我，亲戚朋友还各种议论我，他们有些人真的是急得要死所以我就想问一句为什么要拖到现在呢？为什么之前挑剔不切实际呢？为什么不珍惜之前的机会呢？为什么对婚姻既渴望又草率呢？为什么都能想出来嫁个普通人先堵住父母亲戚的嘴之后呢再离婚都行我就想说一句你不把自己的人生当回事也就算了，你不要把别人的人生也祸害了呀。大家说对吗？